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你的白痴毛。女性和游戏在很久以前一直是割裂的两部分，即使是在今天，依然有很多人对此有所偏见，依然会问出游戏和女朋友，你到底要选哪一个这种问题。虽然醒醒，死宅根本不可能有女朋友啊。其实女性玩游戏的需求一直都存在。早在当年魔兽争霸的时代，Miss 大小姐韩艺莹就曾获得过 WCG 广州赛区魔兽女子组冠军、中俄欧国际女子线上公开赛冠军等等。但国内的游戏厂商似乎一直都把重点放在了男性玩家的身上，从来没有一款为女性打造的游戏。直到暖表暖暖的出现，整个女性市场才被彻底引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家以女性玩家为核心的公司——叠纸网络。在2012年，也就是6年前，有一个名叫姚润浩的死肥宅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硕士。虽然已经是日本最牛逼的学校之一了，但他依然觉得学校的学习生活很无聊，想找点事做。而当时智能手机和 App Store 正是最火热的上升期，在苹果的排行榜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游戏。而有了 App Store 以及各种游戏引擎之后，大家发现做游戏的门槛降低了，并不需要在游戏公司有很长的时间精力，也不需要学习很高深的技术，就可以自己去做这么一款游戏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又想着要不要自己做一款游戏来玩玩。首先，他去相关的技术论坛招人，但没有什么人响应。后来呢，有一个同学找到了姚润浩，他本来是想按照教程来写一个小游戏的，但既然都按照教程写游戏了，不如就一起做一个全新的游戏，更有意思，对不对？要做游戏的话，首先得想好要做什么样的游戏。那个时候，大公司都已经要进入手机游戏这个领域了，几个人的小作坊想要跟大公司正面硬刚还是挺难的。于是姚润浩就想着剑走偏锋，做一个别人没有涉足过的领域，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游戏。大的公司都在做男性游戏，不想跟人家正面竞争，就开始做比较细分的领域。然后他们就决定做一款专门针对女生的游戏。女生爱玩什么样的游戏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他想了很久。后来呢，他又想大家为什么要玩游戏？为什么会喜欢玩游戏？后来姚润浩想出来了一个结论：其实很多成年人玩的游戏都和小时候的经历和感受有关系。比如男生小时候就喜欢打打闹闹，长大了以后就喜欢格斗类的游戏。还有很多人喜欢去收集各种各样的昆虫，长大以后像口袋妖怪这种卡牌收集类游戏就会很快流行起来。如果既没有打打杀杀，也没有收集可以玩的话，能玩什么游戏呢？那基本就是在外面跑来跑去，没有什么目的，但就是到处跑也会觉得很快乐了。所以现在跑酷游戏就是一个很大的分类。而女生呢？女生小时候基本都很喜欢芭比娃娃或者过家家一类的东西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姚润浩就想做一个换装游戏，应该会比较受欢迎。一开始团队就只有4-5个人，大家都很不专业。第一个策划是一个从银行辞职的妹子，第一个画师只是个业余喜欢漫画的幼儿园老师。就是这么一批完全没有经验的菜鸟，把团队的第一个游戏《暖暖的换装物语》做出来了。《暖暖的换装物语》是一个单机游戏，核心玩法呢就是换衣服。有一个简单的剧情，比如你今天要去演讲，然后给暖暖配一套合适的衣服之类的，不需要联网，除了购买游戏之外，也没有什么氪金的地方。游戏做出来呢就要上线，但姚润浩只是个学生啊，也没钱，只是想做个游戏玩玩而已。当时很无所谓啊，发上去总会有人玩，没人玩就倒闭散伙呗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所以就直接扔 App Store 上没再管。刚开始呢只有10个人下载，非常的可怜。后来呢变成了100个人下载，用户之间不断的传播分享，后来就是1万人、10万人，增长得非常快。这个游戏很快就在日本各个地方传遍了。暖暖的换装物语在日本的 iOS 游戏排行榜上占据 Top 10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没有做什么推广，完全靠游戏本身的品质和口碑形成的效应维持的榜单。姚润浩没想到这款游戏能有这么火爆，暖暖带来的口碑和大量收入让姚润浩狠下心，于2013年3月回国创办公司苏州叠纸网络。其实当时姚润浩自己也很纠结啊。创业之前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比如毕业以后就去一个比较好的企业里面，比如腾讯啊、网易啊，可以去外企也可以去国企，可以去做一个公务员，也会有一份非常稳定的收入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有很高的学历啊，为什么要放弃高薪职位而选择创业呢？如果你错过了进比较好的大公司的机会去创业，然后失败了，那么你这几年就白白浪费了，没有什么东西跟人家竞争。所以啊，还是害怕失败。但当时姚润浩觉得，如果不做这么一件事情的话，以后很可能会后悔。他不想后悔，所以想要去创业。他们公司里面的人，有的原来是公务员，有的原来是银行职员，加入的时候对做游戏完全不懂，没有任何想法。姚润浩也接受了这样的员工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刚开始什么都不会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有热情和坚持下去的动力，要有不断学习的动力。
姚润浩认为学习的力量是很可怕的，只要开始学习，1年之内就会有很大的变化。相比于去外企或者什么让你觉得更有面子或者收入更稳定的工作，创业更加的吸引他。他不想让2040年3月20号的自己和2015年3月20号的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或者说可能我的技能精进了，或者说可能我的收入更高了，但是我整个人这几十年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，没有得到什么新的东西，那么我会不会在那个时刻感到后悔？年轻人嘛，就应该趁着年轻多浪一浪。他觉得自己会后悔，所以他想尝试一下。回国之后，公司一开始的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，公司里全部都是中国人，然后呢，绝大多数人都是妹子，策划、美术、程序，甚至主程也都是妹子。公司成立之后就要开始搞事，他们首先把暖暖的换装物语做出中文版，在国内发行，游戏表现非常优秀，在中国区也进入了付费榜 Top 10。然后他们又一起搞出来了叠纸的第2款游戏《暖暖环游世界》。暖暖环游世界的剧情呢，是暖暖为了寻找父亲的藏宝图，到达奢华之地，与大喵展开了环游世界的旅行。主题比较轻松自由，在旅行的路上进行穿搭。游戏有3个主要人物，一个是玩家扮演的齐亚娜暖暖，一个是雷电悠悠，还有一个是布洛尼亚啪嗒。暖暖环游世界刚上线2周，就在日本付费全榜排第1，大陆、港澳台也都登上过游戏第1，并且稳定保持在前3。在 iOS 付费榜火了之后，其他大公司也看上了叠纸网络。暖暖的 iOS 版和安卓版的代理权分别被猎豹移动和阿里游戏拿下。此外，天猫商城也尝试与游戏进行植入式合作，为用户提供游戏加购物的一站式体验。在运营方面，阿里有对女性用户深刻的认知，而猎豹更善于把握游戏用户的心理。在推广方面，3方紧密的合作，强强联合。暖暖的百度指数从6000涨到了5万1，官方微信用户增长了10倍，微博用户从7万涨到了14万。暖暖环游世界的话题冲到了热门话题榜的第3名，获得了1.1亿次阅读，84.6万次讨论。而当时叠纸公司总共只有27个人，其中女性成员占了20个人。游戏大火打出名气之后，叠纸又收到了许多的投资和帮助，其中最大的就属腾讯了。在2015年，叠纸推出奇迹暖暖，由腾讯独家代理。有了腾讯的帮忙，游戏的服务器和质量也有很好的保证。游戏也不再像环暖那样偏向单机游戏，而是有了更多的网络交互，也加入了 PVP 系统。剧情也从休闲旅行变成了穿越到异世界打败大魔王拯救世界的 RPG 套路。由于游戏质量优秀，再加上腾讯的推广，直接引爆了女性游戏市场，大概有2000多万的玩家，活跃度很高，主要年龄段在18到25岁，公司资本也直接从50万变成了6000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奇迹暖暖虽然现在国内热度下降了，但在美国依然有着每个月超过3000万的月流水。有钱了之后，在2017年底，叠纸又一次推出了爆款游戏《恋与制作人》。在游戏中，玩家扮演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的女老板，在游戏过程中会获得4个不同类型的男主角的帮助，分别是总裁李泽言、科学家许墨、特警白起和明星周启洛，并与他们培养感情。虽然乙女向游戏很早就有了，电话、微信的设计也是很多游戏都用过的，但从来没有一款能达到《恋与制作人》的人气热度。首发的第1个月，平均每日收入达到500万元，单日最高收入超过2000万元。2014年，女性玩家在游戏市场的比例只有25%左右，到了2016年，已经达到了49.4%。从奇迹暖暖开始，女性玩家首次进入大公司视野，再到王者荣耀阴阳师几乎1半的女性玩家比例，再到恋与制作人引爆女性市场，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将目光放到了女性的身上。毕竟女性玩家相比于男性玩家，氪金程度更高，游戏粘度更高通俗点说呢，就是女人的钱更好骗。但叠纸在壮大之后，也开始有了一些膨胀，游戏骗氪十分严重，一度导致玩家反弹一片骂声。虽然大多数时候依旧是真香，边骂边乖乖送钱。现在叠纸的第5款游戏《闪耀暖暖》也在进行着内测，高精度的3D 模型和渲染可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。不知道这一款作品又会不会再一次创造历史呢？而西山居的云长羽衣也在最近正式公测，其他的许多大厂相信也在暗中进行着各自的女性化项目。女性这块大蛋糕今后会被分成什么样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观众请不妨投个硬币，点个收藏，给个好评，转个推荐，当然能点个特别关注是最好的了。新观众可以在关注时勾选特别关注，老观众也可以在设置界面点击设置，你们的关注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我是白蛇毛，一名整天摸鱼的独立游戏开发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极点工作室，每一个极致的创意都值得被点亮。